美国曾经计划在克里米亚开设生物实验室。克里米亚具有怎样的战略地位？俄罗斯为何执意要收复克里米亚？乌克兰、俄罗斯、克里米亚三者有着怎样的历史纠纷？3月12号，一则新闻瞬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发布新闻，新闻内容表示，克里米亚共和国副总统格奥尔基·穆拉多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克里米亚还是乌克兰领域时，美国就制定了在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市开设生物实验室的计划。克里米亚人都知道这事儿。根据穆拉多夫所说，美国五角大楼一直以来都在乌克兰境内的秘密实验室研发生物武器，只是在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后，才阻止了美国在克里米亚制造病原体的计划。这一消息也证实了美国企图利用乌克兰来对付甚至侵略俄罗斯的野心。这次的俄乌冲突正是由美国激化俄乌矛盾一手制造。在俄乌冲突不断激化的同时，俄罗斯方面也一直在爆料一些内部消息。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就披露了，美国花费2亿美元在乌克兰开设了30多个生物实验室，其中部分生物实验室一直在从事着研发生物武器部件的工作。众所周知，生物武器是不被任何国际组织允许的，是违背道德底线的武器。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就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条约，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从条约签订至今，全球已经有182个缔约国。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加入条约，并一直致力于禁止、销毁、防止生物武器扩散。一直以来，针对美国研究生物武器的新闻不绝于耳，但美国对此一概采取不回应、不承认的态度。这次克里米亚共和国副总统的一番言论，彻底将美国的丑恶行径公布于众，并揭露了美国企图侵略俄罗斯的野心。美国以世界霸主的姿态，不断地在全世界挑起纷争，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克里米亚生物实验室的新闻，同时将克里米亚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俄乌冲突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冲突也存在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那么，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在18世纪俄罗斯帝国时期，当时的俄罗斯皇帝彼得一世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完成这样的野心就少不了出海口。为了出海口，俄罗斯人拼命地在波罗的海附近发动侵略战争，和瑞典帝国打得你死我活，最终战争胜利。俄罗斯顺利地抢下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彼得大帝也心满意足地迁到了圣彼得堡。说这些就是为了了解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不断对外扩张的国家。现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对于领土的贪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超过当时的俄罗斯。当然，这并不是俄罗斯造谣抹黑，只是实事求是的描述。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俄罗斯帝国第8位皇帝，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时期，俄罗斯帝国又经过几番殊死拼杀，将克里米亚半岛纳入自己的领土，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100年血战，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曾说道，克里米亚是我带给俄罗斯最好的嫁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其位于俄罗斯南部，濒临黑海和亚速海，与欧洲大陆通过一条仅数公里宽的地峡相连，同时也是十分优良的天然港口。有了克里米亚，从此亚速海基本上成为了俄罗斯的内海，俄罗斯可以随意进出黑海，甚至地中海乃至全世界。同时，克里米亚也成为了俄罗斯的防御前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克里米亚简直就是俄罗斯的7寸，只要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才能够在黑海随意进出，整个黑海沿岸国家就全部覆盖在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控制之下。正是由于俄罗斯控制了黑海，舰队才有可能迁出到地中海乃至大西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也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而不是被封闭在亚速海附近。同时，在上世纪的苏联时期，高加索的石油就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
而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可以用石油与欧洲国家讨价还价。现如今，欧洲国家虽然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但是其根本上是不愿意的，这直接触碰了欧洲的利益。这么一说，就可以体现出克里米亚这个3万平方米不到的半岛对于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了。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苏联时期，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半岛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俄罗斯当时是不愿意的，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苏联当年在乌克兰东部奥德萨那一处战略要地的军事配备就已经比今天大部分国家的军事国防力量还要强了，这还不包括许多军工产业的重工厂。就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庞大的核武器，拥有近万辆包括 T80 在内的主战坦克，几百架包括 Su-27 在内的重型战斗机和10来架 Tu-160 战略轰炸机，各种先进的防空导弹、洲际导弹一应俱全。船厂内还停靠着建造了一半的航母，也就是中国从乌克兰买来建造辽宁号的半艘航母，这还只是部分归属乌克兰。虽然当时的乌克兰难以维持这么大体量的军备，但俄罗斯也不敢强硬地拒绝这份给乌克兰的礼物——克里米亚。但你要问为啥赫鲁晓夫会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这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因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吧。但对于克里米亚的领域争夺并没有停止。在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当地闹了好几年的独立运动和回归俄罗斯运动，这些运动使得最后乌克兰采取了妥协，让克里米亚以独立共和国的身份留在乌克兰，这也就埋下了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种子。1997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式签署俄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确立双边友好关系，原则上就是为了解决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确认克里米亚归乌克兰所有。双方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共识，这一短暂的共识保持了17年。虽然在过程中双方依然存在冲突，但好在没有过于激烈的举动。但在2014年，俄罗斯不装摊牌了。2014年的3月16号，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全克里米亚半岛有超过96%的投票者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2天后，也就是18号，普京批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条约草案。克里姆林宫发出声明，克里米亚共和国自条约签署之日起被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俄罗斯成功夺回了克里米亚，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采取制裁，一系列的制裁让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也造成如今俄罗斯经济不行，但军事方面依然世界前3的局面。